你们有没有觉得古冥这套概念和神之眼其实还挺像的？神之眼的持有者有资格成神，登入天空岛，因此神之眼的持有者呢被称为元神嘛。古冥的持有者必须参加选拔，有资格成为巡夜者战争的战士，去对抗深渊。那一个是往上升，一个是往下走，都是选拔机制。那神之眼的筛选，它是否也是为了去拯救提瓦特呢？然后火神在500年前制定了拯救纳塔的计划，就将自己的生命存入圣火，在必要的时刻复活。天理制定了神之眼和神之心的计划，在坎瑞亚的灾厄之后就陷入了沉睡。那么他是不是也会在必要的时刻醒来呢？本期呢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纳塔的主线。剧情伊始，我们告别枫丹。在这一段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补充了一下为什么纳塔人不离开纳塔。夫妇说是因为民俗习惯，那么在后面我们就知道了，纳塔的民俗习惯就是要去参加选拔，获胜之后要去参与战争。这就算是之前在其他国家看不到纳塔人的伏笔回收。来到纳塔，我们就遇见了纳塔的第一个角色，队长卡奇娜。我是队长。你是从这里听到了什么吧？卡奇娜带我们见识了纳塔的风土人情，还分享了一些当地的设定。首先就是古冥和大灵。古冥是一代传一代的称号，属于虚无缥缈的精神力了，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力量提升。而古冥的继承者呢，由大灵来挑选。这就很像我在电脑上新建了一个文件夹，然后命名为元神，然后我就会把我所看到的符合元神这个标签的内容给它放进去。那么这个文件夹它其实就是古冥，而被我选中的内容就是继承古冥的历代勇者嘛。我呢当然就是大灵了。那我的位格是操作者，超脱于电脑这个操作系统，那自然我就知道过去和未来，但是文件夹里的内容他们肯定不知道，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神明嘛。那如果说考据纳塔的历史，最初的大灵要追溯到盗火贤者的帮手查阿克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夜攀上高山，点燃初火，呼唤自己的伙伴，然后夜域的神奇回应了他，这就是夜神之国第一位大灵诞生的故事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知道了纳塔的火神都是通过角逐产生的最强者，说起来都是普通的人类，初代火神希巴拉克也是他向天空岛借来了力量，创造了纳塔现在的规则。那这里就和钟离的故事中7位魔神登上了神位冲突了，那这是吃书吗？我觉得有可能，但是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在看纳塔历史的过程中，我发现纳塔历史记录的角度并不是完全以人的视角去写的，一会儿是龙，一会儿是人。就拿盗火贤者来说，他在圣遗物的故事中呢，是龙群中最智慧的那一位，所以他应该是条龙才对吧？而在哈南帕查记事中，他被称为一介人类的贤者。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希巴拉克其实他不是人，但是在纳塔的叙事中，他是以人类的身份出现的，并且开启了火神换代的规则，所以在人类的视角里，他就是个人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猜想，到底是吃书还是在故事中真的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，就得等纳塔版本去揭晓了。那回到剧情中，在竞技场外与众人的聊天中呢，我们得知了纳塔最重要的还魂师规则，它可以让古冥的持有者死而复生。那么截止到这里，编剧已经把纳塔的各种设定、足迹 PV 里的标题都给解释了一遍。所以炽烈的还魂师有没有可能就是利用某个古冥定位某个大能，然后去复活他？那至于复活的人是谁，是盗火的贤者，还是初代火神，还是火龙王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那在第1章的结尾，我们去马拉尼的部落里做客，在这里爷终于展示了自己净化深渊的力量。那很显然，这份力量在 5.0 如此密集的铺垫下，肯定还是大有可为。毕竟深渊已经侵入了夜神之国，大灵也被污染，说不定就是需要旅行者来净化呢。而阿加亚在最后交给我们的护身符，也为第2章燃烧纪念品获得力量埋下了伏笔。那这种物品中包含了力量的设定，就和在打雷神时旅行者获得盗气人的愿力加持一样，我觉得都属于信念、精力、愿望等于力量这个概念的表现方式吧。那进入到第2章之后呢，冲突的烈度就加剧了不少。围绕着之前深渊的袭击，马拉尼补充了历代纳塔人对抗深渊的更多细节。深渊入侵了夜神之国后，获得了这片土地的记忆，因此深渊可以针对不同部落的根基进行破坏。另外，在武器的突破材料中可以知道，引导地上文明的使者被醒来的巨龙吞噬殆尽，那这就和其他国家有天使引导文明大不相同。纳塔这个国家可以说是由龙一手带大的，那么有可能夜神之国至于龙的国度，就像地脉至于提瓦特，
因此贝隆带大纳塔，他的地脉就相当于是夜神之国。那么一旦夜神之国被污染，纳塔也就会毁灭。那接下去我们知道卡奇娜牺牲了，所以就前往竞技场去参与还魂师的仪式。那这一段的演出我觉得还是有挺多瑕疵的。第一是这里大家是露天唱的嘛，但是 BGM 给了一个棚里的版本，音效上有一点出戏。第二是我觉得这里用表情更生动的 CG 演出来可能效果会更好。实际演算的话，神圣的情感和肢体动作是没有办法从 NPC 和角色的身上表现出来的，而且实际的话，现场的人数也没有办法增加，会影响情绪的传递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看《印象丽江》，有一个鼓舞祭天的表演环节，虽然当时我不懂文化内核，但是一大群人他们整齐划一的肢体动作和声音传递过来的时候，还真的蛮震撼的。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临场感和氛围都差了一些，有点可惜。那更可惜的是卡奇娜没有被带回来，于是接下去的剧情就展开了一番颇有意思的争论。两位之前就看卡奇娜不顺眼的人率先发难，借此机会阴阳了卡奇娜，并用阴谋论煽动了舆论。那么阴谋论之所以是阴谋论，就是因为它不可证伪嘛，没有确凿的证据去反驳，也没办法下定论，或者成本比较高，所以阴谋论流传起来就特别容易。然后他俩在火神发言后，并打算做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呢，都怂了，说明这两个家伙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情绪输出，根本也不是想要来解决一下还魂师失效的问题。而在火神的话事处聊的内容就更深刻了，显然火神作为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，考虑的问题更深远。他认为深渊的目的呢，不只是为了破坏还魂师，更是为了打破人们对于纳塔规则的信任，从内部瓦解纳塔。那这样一对比，就会发现那两个挑事的人虽然不是深渊的同谋，但是为了私欲借题发挥，引导情绪，其实就是在帮助深渊加剧信任危机。那说实话，我在看这段的时候，带入的其实都不是剧情，而是现实。在互联网上，我们也经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，就是一个社会事件在还没有调查的时候，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就有人开始出来带节奏了。在调查完，官方发布通报后，还有人用阴谋论去带节奏。那这些人中，有的可能是海外的水军故意抹黑我们，有的人就是纯粹借着事件发泄自己生活中的不满，还有的人是因为别人的谩骂很符合自己的情绪，所以就认同。那这些人他做不到明辨是非，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来的，破坏力真的很强。所以我们自身一定不能被各种言论影响，要经过自己的思考，根据自己的诉求去做判断，不然三人成虎的事情就真的很容易发生，然后演变成网暴。我在互联网冲浪的20余年中，看到网暴造成的惨案不计其数，而翻看评论，大多都是出事前指责当事人，出事后指责其他人，很少有人说这些惨案对自己带来了怎样的思考，能做些什么。所以对我个人来说，在互联网上，与人为善，就事论事，就是最基本的底线。这虽然不会让我看起来很酷很有个性，但是你不知道你说的话在什么时间对什么人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，展现一个客观的真相很难，但伤害陌生人在互联网上就太简单了。说回到剧情，在对话中，我们制定了拯救卡奇娜的方案。首先要从地脉中提取卡奇娜的古名，然后定位她在夜神之国的位置。那么提取古名这件事儿，耶恩米主的希特拉里发明了一种装置，可以实现这个功能。不愧是我 PP 中就相中的女孩子，估计这项技术在未来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作用。而在这整一段和火神马维卡的对谈中，对他的塑造做得非常到位。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呢，是冷静有领导力的，在做选择的时候，不认为牺牲小部分的人就是正确，在对力量的看法上也是非常的朴素。力量不是特权，而是服务纳塔和纳塔人民的。可以说，火神虽然是一个以拉美文化为原型设计的角色，但在内核上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。接下去就是火神 vs 队长。在这一段中，我们大概能得到的信息就是，队长500年前他可能就存在了，然后当年应该是有什么对赌协议之类的吧。那500年后他觉得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嘛，所以他现在就回来要神之心了。然后在战斗中他似乎也可以夜魂加持，那么总感觉队长可能也是火神拯救纳塔计划中的一环吧。毕竟在纳塔的 PV 中，火神似乎也是邀请了队长嘛。那趁着火神和队长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我们也拿到了卡奇娜的古名，紧接着就是进入到夜神之国。在夜神之国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些信息，由此呢就知道了火神的计划嘛。那回到现实后，奎可来为大家检查深渊的影响。那这里派门留了一个伏笔，不仅旅行者对深渊免疫，他对深渊也免疫。还有恰斯卡，这个一路上存在感很低却异常可靠的、熟悉深渊的、被龙抚养长大的、斗争欲望格外强烈还有可能暴走的人啊，
他这么多 tag 一加，我觉得恰斯卡成为了一个我必抽的角色。那么在最后的结尾，火神也会为旅行者打造一个古名。那么当旅行者获得古名的时候，他和娜塔的大灵就会联系起来了，而大灵通晓过去和未来。那么相信到时候我们应该能知道不少信息啊，正如足迹 PP 中说的那样。做完整个 5.0 的任务，我感觉娜塔这个国家和提瓦特的古龙似乎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相信在这个大版本呢，应该会为我们揭开当年古龙和天理的纷争故事吧。好的，那么关于 5.0 的回顾呢，就到这里。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